末世重大事件，在不久的将来。今天的事从来没听见过，河流已经高涨，快形成洪水，龙卷风袭击，造成上万居民没有电了。山谷龙卷风已经破坏本城南边。现在地震远晃，我相信是地震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天气，我劝大家马上找地方躲藏起来。长久以来，圣经的预言被认为非常的神秘，古代的文字解不开的密码、象征、表号，这些都在描述不久之后即将发生的末世重大事件。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些预言密码的意义吗？什么叫做兽的印记？是不是像有人所说的，一个电脑的晶片记忆体被种植在人的皮下组织或者是身体的内部？谁又是敌基督呢？敌基督是不是已经出现了，或者是这个敌基督仍然躲在某一处？恐怖分子的攻击是不是会增加地球的苦难呢？我们是不是会经历末日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和7大灾难呢？当主耶稣基督再度复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的避免自己被遗留在地上呢？我们是不是知道何时是地球的末日？我们要如何的准备自己？您现在即将要观赏的是圣经里所提到的地球的末世的重大事件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些奇妙的真相，圣经里所提到的末世重大事件。圣经预言中的末世重大事件，主讲人 Dr. 牧师。第一幕：末世的征兆。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切心研究，知识就被增长。但以理书12章4节。世界末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？又会是什么时候发生？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问题。圣经里的先知但以理提到，在世界末日来到之前，世界上的人们会增加知识，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应验了？让我们想想看，近代的交通业的迅速发达，在过去的6000多年人类历史当中，人类没有能够比一只马跑得更快。如今，从前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到的地方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。才不过几十年当中，电脑的产业就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成长，是从前的人无法想象的。事实上，但以理12章4节中说的知识就必增长，更应当被理解为人们对圣经预言的知识增加更多，这些都应验了。但是圣经里头对于末世的预言，不仅仅是在但以理书里，其他圣经书卷里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话题呢？
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。我们都可以看到，现今世界上的政局动荡不安，自然灾害的增多，使得人们活在一个危险的地方。想想看，在过去的100多年之间，我们经历了2次的世界大战，再加上各国之间的纷争和恐怖分子的活动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的天然的灾害，例如说地震、火灾、洪水、台风，还有这个龙卷风等等，这些都开始不断的增加对地球的破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11章里已经预言到末世的时候人有能力毁灭地球。在启示录的11章18节，圣经说时候到了，上帝会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。上述这项预言的确已经很清楚地应验了。在以往几百年中，人类只能够用带有火的弓箭射向敌人，或者是使用炮弹。但是现在人类所发明的武器却能够在瞬间就消灭地球上很多的生命。事实上，耶稣曾经预言过，如果他的来临要往后延的话，那么没有任何生命能够活存下来。耶稣曾经警告过，我们必定会面临这一切的灾难，但是这一些却只是灾难的起头。我们人类的行为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些末世的现象呢？你该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、狂傲、妄图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制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。提摩太后书3章1到3节。没有人能够否认，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，社会的道德越来越降低，越来越败坏了。每一个世代的人都在道德行为上越来越往下沉，结果无耻之心就变得越来越无止境，并且一代不如一代。很不幸的，最后就再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了。在挪亚的时代，由于道德的败坏，最后洪水毁灭了全世界。在罗德的时代，也由于逆性的情欲，最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索多玛和蛾摩拉城给烧毁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建造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路加福音17章28到30。因此，同样的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败坏的道德和行为是否会招惹从天而来的审判呢？除了社会上的道德败坏之外，圣经也曾经警告说，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许多的灵媒和异端宗教的流行。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提摩太前书4章1节。圣经长久以来所禁止的和鬼魂之间的相交和鬼魂交谈的行为，最近也慢慢在教会越来越兴旺起来了。电视和电影也开始流行使用巫术和异端宗教的邪术等等，甚至很多年轻人也热衷这些事情。虽然社会上有这些不道德的和灵界的异端现象，但是圣经却应许说，上帝的恩典大过于当今的罪恶。在这些末世的重大事件当中的唯一的希望是，耶稣应许说，在他复临之前，福音会传遍全世界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马太福音24章14节。